我现在来到一个可以看潮起潮落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位于Nova Scotia 西海岸的芬迪湾上，去看一看。这个地方是河水海里涨潮的时候的交界的一个地方。过去在公路交通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呢，铁路交通是主要的人们出行的方式。后来由于汽车的发展，公路交通呢越来越发达，很多的铁路系统呢就废弃了。在过去，这就是一条铁路线路。后来由于铁路的废弃，将铁轨拆除了，只保留了一个车头和一段铁轨作为一个遗迹展示给人们。原来铺铁轨的地方呢，就变成了一个徒步。这个是落潮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个火车的桥墩，铁轨拆除以后，就剩一个桥墩在那儿放着。Okay, the board travels between 10 and 15 kilometers an hour for 6 to 9 miles per hour. You cannot walk quickly enough to stay ahead of the tide. The river will rise 10 feet or 3 meters in the first 30 minutes and will continue to rise until high tide, which is in 3 hours, and the river will rise 25 to 30 feet for 7 to 9 meters. As the tide rushes in, 它这海水涨潮呢还是非常缓慢的，海水以每小时7到8公里的速度，然后倒灌到河里面，随着水位的上涨，然后涨潮的速度呢也就加快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水位上涨的速度呢就逐渐的加快，5、6分钟就能涨20厘米左右。到了后面，涨潮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在涨潮的开始，还能看到鹰在天空上飞，伺机捕捉随着潮水游过来的鱼。昨天看完涨潮，然后在这吃了饭，天就黑了，就没走，就在这睡了一晚上。昨天在这停车过夜的就我自己。现在早晨，这太阳刚刚升起来，然后看看早晨这里的景色如何。现在早晨还是很凉的，出来的时候呢加了一件衣服。现在是落潮了，潮涨的最高点应该是在1个多小时之前。这是早晨这儿的一个景色。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叫温萨尔的小镇。在加拿大很多地方都有叫温萨尔的地名。这个温萨尔呢是位于 Nova Scotia 的西南，距离哈利法克斯呢不到1小时的车程。位于 Nova Scotia 的温萨尔是服务于 Nova Scotia 的西部，这是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。温萨尔这个小镇大概人口呢是5、6千人，它是以英国的后裔居住为主，
在这个小镇，人口不是很多，但是有个3、4座教堂。这是一座教堂。温塞尔这个小镇有2个亮点，它是冰球运动的诞生地。第2个亮点呢，它保持着南瓜的最大的世界纪录。现在我来到了冰球运动的发源的地点，这个地点现在是一个博物馆，进去看一看。这个就是一个博物馆。关掉了，今天关了，非常的不凑巧，今天这个博物馆不开。冰球博物馆的门票呢是3.9块。如果要了解冰球的运动，就从这儿了解冰球运动的起源、发展以及现状。今天冰球运动是加拿大的国球，大约有150万人从事着冰球运动，服务于冰球运动的人员呢就更多，可以有数百万人。现在我来到了温萨尔这个爱德华的军事城堡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加拿大的历史遗迹的公园，供温萨尔这个小镇的居民在这里休闲、度周末，然后徒步。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个军事城堡，这有一个介绍。这就是芬迪湾在18世纪50年代开始建了一系列的这个城堡，沿着这条河。这个军事城堡呢，是加拿大最老的一个由英国人建的一个小的城堡，它建于1750年，来保护附近的英国的居民，在这里的生活。这个地方的历史遗迹，除了这栋小城堡，其他的都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就剩下这个，就是过去的一个遗迹，就这种壕沟。到温萨尔这个小镇旅游，一般就是2个看点，一个是冰球运动的诞生地，另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历史遗迹。其他的呢，就没有什么特点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